我最近特别怀念小时候吃的那种香辣小鱼干，但市面上卖的这么多年，基本上口感和味道也没什么变化，多少有点吃腻了。所以我买了500斤满籽的多春鱼，我打算用麻辣小鱼干的做法，把这玩意儿做成可以空口吃的小零食。这鱼肚子里全是籽，想想做完就特别好吃，但就是收起来有点麻烦。每条鱼都需要处理干净它的鳃和内脏，而且没有任何工具，只能徒手干。然后要命的是还不能手抖，要是但凡给这苦胆掏破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主要我们试了一下，要是这苦胆没掏干净就开始做的话，那这鱼做出来恐怕是要比我们的命还苦啊。这些鱼我们一共收拾了2天，为了吃的时候口感好，我们把鱼尾和鱼鳍也都剪掉了。但是因为它不能开膛，里边其实还是有好多黑膜是没处理到的，所以在去掉内脏之后，我们还需要给它反复头洗，然后再充分的抓拌腌制。这么处理完的鱼基本就没什么腥味了，就甚至晚上我想拿2条去喂猫，我家猫都嫌那鱼没味儿啊！妈，这活干的可真是绝了。然后这多春鱼炸完真的巨好吃，尤其是趁热蘸点椒盐，那吃着可真是太香了。关键是还不用吐刺儿，我们这一天连吃带送给邻居，整整干没了1满盆。当时一度给我吃的特别上头，真的要不是家里冰箱没地方呀，我都想连夜再去买500斤，重新开始收拾了。最后把炸好的鱼放到我们提前熬好的卤汤里，充分浸泡就可以了。它现在是先麻后辣，还微微带点甜，而且因为猛火炸过，鱼头是酥脆的，鱼肉也特别紧实。最要命的是这个鱼籽真的特别入味，而且越嚼越香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小鱼干在家吃总觉得差了点感觉，所以在我苦心思索之后，我们就近买了一般最慢的绿铁皮，然后还带上了10几罐小皮皮。我仨就这么小溜的干悠了一整天，这回感觉就全对了。我甚至觉得这鱼干拿到火车上吃跟在家吃的完全是2种食物，这事儿谁懂啊，家人们。那院里的野猫都不惜正眼瞅一眼，你就说这活干多仔细吧。然后刮好的鱼肉还得用小锤给它锤成肉泥，但这不是最麻烦的，最要命的是得在这些鱼泥里边挑鱼筋，这玩意儿要是挑不干净，那鱼豆腐吃的时候容易塞牙呀。这点玩意儿我们整整挑了1天，那眼珠都对不上焦了。后来，然后这鱼泥简单调的味儿就可以进行摔打了。这活干的是最费人的，它就跟那手打牛玩似的，必须得锤到这种立牌不倒的状态才行。摔这玩意儿都快给我摔脱臼了，我就说这一天呢，眼珠子见瞎，胳膊几无力了，这要再多做点都没给我上半身干瘫痪了。后来鱼豆腐蒸完之后特别紧实，就这么捶都捶不碎，所以它吃的时候口感也特别有嚼劲。但是这种原味的鱼豆腐放凉了当零食吃可能会有点腥，所以我打算先卤后烤，给它做成炭烤鱼豆腐。就光调这个卤汤我们就老下功夫了，我们是用鱼骨熬的鱼汤作为原汤干的，能不能增鲜不知道，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原汤化原食。然后烤的时候我还刷了一层秘制小红油，这烤完了之后外皮是焦脆的，里边鱼肉是像那种肉丸一样可以弹牙的爽脆，口感特别丰富，而且真的巨香，因为鱼肉本来就鲜，然后卤汤和红油的香辣也口入味了，这一口下去满嘴留香。但是算下来就是成本有点高，这一块鱼豆腐成本都要合到12块钱了。我本来是想着等过年打麻将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着吃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要是不给我点个3家闭门大炮，那袋儿我都不舍得拿出来给他们舔一口，到家就给他们洗上养了。至于能不能确保每一条在收拾的时候还是鲜活呢，那就得看运气了，毕竟家里设备有限呢，只能临时拿浴缸当鱼缸用，拿老嫂当老磨使。然后按片里讲的，这鱼在处理完之后得用饭勺刮它的鱼肉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留肉的胶质，并且避开那些不想要的部位。但是我们没买着那种刮鱼肉专用的勺，就在家给饭勺开了个刃。但即便是这么锋利的勺，那鱼肉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刮，刮到最后手都抽抽了。但更绝望的是，这鱼的出肉量还特别少，160斤的鱼就刮出30多斤肉，那鱼头和鱼骨都快给我们吃吐了，天天上顿吃完下顿吃，甚至就连我们家的饮水机里都能随时打出一杯热乎的鱼汤，我真是服了我。后来实在吃的太腻了，就寻先吃点水果换换口，这些鱼蓉还得再捶打成肉泥，再放盐给它们搅上劲儿，一直搅的这样特别粘手的状态。就这么干下来，我算明白了为什么基本买不到纯手工的鱼丸。要但凡谁家动一点量产的心思，那全村一起做棺材板可能都供不上他家。
不过这么做出来的鱼丸真的非常有嚼劲儿，吃起来又脆又弹牙，而且我用性命发誓，我只放鱼肉和调味料了，一点淀粉我都没放。这个鱼丸汤真的巨鲜，丸子也真的能像牛肉丸一样当乒乓球打，但就是造价高了点，这一粒鱼丸的成本都要合到8块钱了。不过这么鲜美的鱼丸汤对东北口味来讲其实有点清淡，所以我们留了一半串串了，还刷了点夜市铁板鱿鱼的那个酱做成炭烤鱼丸的。这鱼丸现在可真绝了，它原本就是又鲜又弹，现在外表烤的焦脆，然后还刷了一层酱，吃起来满嘴留香。而且我们做这个鱼丸啊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哪怕放眼全世界，我也从来没见过谁家的手工鱼丸里能吃出这样一整片的鱼鳞的，我真是酸 Q 了。哇，而且内脏化了还有特别大的腥臭味儿。我们整整干了40个小时，从黑天到白天又到黑天。我从最开始闻不了腥味儿，后来活生生的给我干的都闻不着腥味儿了，妈，这活干真绝了。然后这冻带鱼在刮完膜之后，还得再去除它的贴骨血和黑膜。为了吃的时候口感更好，我连那鱼翅都给剪了。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带鱼肉。没想到脱去了现实主义的灰色外衣之后，里边居然藏着一颗粉色内心。这带鱼肉现在直接上嘴舔一口都不行，那完全是母婴级的处理标准。不过收拾的这么彻底吧，就是有点费钢丝球。我第一天买了50个，第二天买了100个，第3天我眼见着那超市连夜上了8箱货。但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会儿我们已经把鱼都处理完了，这鱼段腌好了就可以直接下锅炸了，一点淀粉都不用放，炸透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干炸带鱼。不过一下炸了这么多鱼，屋里还逐渐有了点炸东西那种香味儿。这现在呀，地是腥的，天是呛的，整得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朝哪边喘气儿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更好吃，我还放了好多五花肉和黄豆。现在炸好的带鱼段再配上汤料辅料，就可以直接放到高压锅里压了。这出锅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软烂入味，就连鱼刺鱼骨都吃得特别酥。不过这鱼类罐头放凉了才是最好吃的，而且汤汁还会变成这种端端的鱼冻。这回呢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红烧一半香辣。就这要是拿到单位或者学校食堂去吃，那放饭的时候绝对是全场焦点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吃法，是可以把它拌到一碗刚出锅的米饭里，等平时犯懒的时候来上这一碗又能吃饱又能吃爽的猫咪饭，吃完了再来瓶甜水猛劲儿打个嗝，我天哪，这不绝世香香吗？我最近特别想吃夜市卖的铁板大鱿鱼，但是每次我去吃都需要排很长的队，所以我干脆买了400斤鱿鱼回来。我打算做点铁板鱿鱼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想吃别说排队，我连门都不用出。但是做之前我真没想到，一个这么常见的吃的收拾起来居然这么繁琐。我们需要先撕掉鱿鱼板的这层膜，然后分开哪些是能吃的，哪些是不能吃的部位，还要再把吸盘上的软壳撸掉。关键收拾这玩意儿不能着急，因为它眼睛会爆汁儿，这里的墨汁要是喷到身上，那着实是不太好洗。就这玩意儿啊，极容易洗着洗着就给自己洗成限定皮肤了，整不好可能还是个永久款。然后把它们逐项分解好，就可以准备穿串了。这鱿鱼串是我长这么大穿过的最难穿的肉串，因为它这身板特别吃劲儿，我们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穿透它，而且要稍微不注意就会像我似的，左手扶签子那几根手指头扎得跟筛子一样。然后以我多年的消费经验来看，这铁板鱿鱼最重要的就是小料和酱料了，所以我们先含泪切了60个洋葱，又花高价买了个专业的商用版配方。我算是发现了，就我们现在做饭这个架势，别说配方了，连调料都得是商用的。就现在家里做饭用的最小的一瓶蚝油啊，那都是5斤装的。然后为了能100%还原夜市的味道，我还买了个夜市同款的大铁板。我们甚至还专门去学了一下烤鱿鱼的手法。现在无论是设备还是手法，距离我们能真正出去摆个摊啊，就差一辆能说跑就跑的电动3轮车了。这些鱿鱼我们烤的时候，先是借了洋葱香菜的底味，又放了好多干料，重点是刷了特别足的酱。现在每一串鱿鱼都裹满了酱料，真的巨好吃。而且因为没用减发鱿鱼，烤完之后还会吃到特别大的鲜味。这么做下来，这鱿鱼板的成本是19块5一串。然后打包的时候我们是分开打的包，这脖子和嘴就可以留作开袋计时的小零食了。这种整个的鱿鱼板回家只需要用空气炸锅热3分钟，就再也不用去夜市排队了。最后我们留了几串须子单独放铁板上炒了，然后还煎了几个流心蛋。这在一个10几度的夏夜，能吹着凉风吃上这么一碗刚出锅的铁板鱿鱼盖饭，我的天！我当时就一个感觉，我感觉我这辈子值了。